你好，今天我要说说我学外语的时候我犯的4个错。第一个错，我说的比听的多。可能很多人觉得你要学外语，当然你要说很多。可是如果你说很多，你听很少，那很有可能你说的是错的，也很有可能你说的很奇怪。比如说，很多人学中文的时候，他们很想说 Have a good day， 可是中文没有这个，怎么办？很多人把英语翻译成中文，中文没有这个，所以听起来很奇怪。可是如果你听很多中文，可能你会发现中国人常常说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这个词英语也没有。可是在中国，在日本，在韩国，我们都有差不多的说法。比如说，下课的时候，你可以对老师说辛苦了。下班的时候，你可以对老板、对同事说辛苦了。你可以对快递员说辛苦了。你可以对医生说辛苦了。虽然我不可以翻译这个词，可是如果你听很多，你就知道什么时候用这个词。你听得多，你就会说更自然的外语。这是第一个点。第二个我犯的错，我说得太快。有时候我觉得我的外语很好，所以我要快地说，我要让别人知道我的外语很好。可是这是我的外语，当然我的外语不是完美的。如果我说得很快，可能我说的不对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没有时间想。我发现，如果你说得太快，可能有很多错，听起来很不舒服。如果你慢慢地说，你的错更少，听起来更舒服。所以我们在说外语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们可以慢慢地说对的外语。这是第二个点。好，第三个点是，我很想明白母语者说话。比如说，我开始学西班牙语的时候，我想听西班牙人说西班牙语，可是我发现他们说得很快，我听不懂。所以我觉得，哎呀，
我的西班牙语真的不好，真的很差很差，因为我听不懂西班牙人的西班牙语。可是，如果你刚开始学习，第一年、第二年，你听不懂没关系。刚开始听不懂母语者没有关系，完全没有关系，因为你应该听很慢的、很清楚的，慢慢的你就可以听懂母语者说话。这是第3个点。第4个点，我用了 Pimsleur 和 Duolingo。一开始我用 Pimsleur， 我觉得很好，因为好像我可以和他交流。可是我发现 Pimsleur 说很多很多英语，如果我听30分钟，可能15分钟他在说英语，然后我觉得 Pimsleur 很无聊。Duolingo 的问题是它一直重复一个很简单的句子。我知道重复很重要，但是这种重复真的太无聊，所以我觉得 Pimsleur 是让我背一个句子一个句子，可是 Duolingo 是让我背一个词一个词，所以我觉得这2个都很无聊所以我真的不喜欢 Pimsleur 和 Duolingo。对，所以今天我说了4点，我学习外语的时候我犯的错。那我们怎么学习外语？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听很多很多，而且你一定要听你听得懂的，这个就是叫 comprehensible input。如果你听得懂，你觉得我听得懂，很开心很开心，那你可以继续听，然后你可以学到很多词。如果你听一个很难很难的东西，你会觉得太难了我不想学习。对，这是第1个，听得懂的东西。第2个，如果你可以找到听得懂而且非常有意思的东西，那更好，因为你在听的时候，你想真的吗？真的吗？然后呢？你没有觉得你在学一个外语，你觉得你在听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。还有一个，如果你很想说怎么办？你可以先说很短的，比如说对不对，喜欢不喜欢，然后慢慢变长，比如说对，我喜欢喝咖啡。然后最后你可以做什么？你可以 describe the situation。如果你的老师告诉你一个故事，那你可以用2分钟、3分钟说这个故事。
如果你可以说2分钟、3分钟，你会觉得哦，我的外语很好，很流利，你会觉得很高兴。所以你可以和你的老师试试。这是我的看法。你呢？你觉得学习外语的时候，我们应该做什么？不应该做什么？留言告诉我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